大家好，我是soda。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如何缴纳马来西亚的所得税。在马来西亚，不管你是个人还是公司，很多时候都得面临大大小小的税务，有所得税 （income tax） 啦，有产业税 （real property gain tax） 啦，还有一些跟内陆税收局相关的费用，比如印花税呀、罚款等等之类的。那今天我们会专注于个人或者是公司所得税的缴纳方式。其实缴纳方式有好几种，内陆税收局的官网其实也列明了不同的税务，甚至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缴纳方式。有些人还是喜欢用支票做付款的，要注意了。从2023年8月1日开始，内陆税收局已经不再接受支票支付了。而喜欢用信用卡支付的呢，也已经不是全部分行可以用了，而且还会有0.8% 的卡费呢。而受内陆税收局承认或委托的几家银行，他们的官网、ATM machine 甚至 Cash Deposit machine 都有个别的但大同小异的付款方式。甚至 MyTax 的首页里也有这个 ETT 的付款方式，或者当你成功提交你的个人所得税时，旁边这里也会有一个按钮让你立刻付款的。当然，如果你都没有按到这些付款都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我主要展示的呢，就是封面的这一个 Bayaran Hasil。这里面呢也有两种方式，左边这个呢是 Payment Using Bill Number， 它是由16个号码组成的，通常是内陆税收局指定了纳税人或者公司要给的项目或者是数额而产生出来的一组数字，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组独一无二的 Serial Number 或者 Bill Number。点击进去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 Insert Bill Number， 你就把那个16个号码填进去，然后把那个 Security Code 填进去，这个 Security Code 每一次都不一样啦，然后按 Proceed。因为那一组16个号码呢，刚才前面已经说的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官网它就能 detect 到这一个是什么公司的，然后它是做什么 payment， 然后是给哪一年、哪一期，然后多少钱。这个数字呢是它自己产生出来、自己弹出来的，而不是我手打的。当然，你要更改也是可以的。确认没有问题后，你就可以按这个 FPX， 然后就好像平时网上转账这样子，一切照常，然后就做你的 Bank Transfer 啦。做完 Bank Transfer， 记得把那些 Receipt 还有那些 Slip 全部 save 起来，收一个 copy。而右边这个呢，是用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就是去年开始有的 TIN Number。通常是在没有 Bill Number 的情况下，或者有时候那个 Bill Number 不懂为什么一些 System Error 的问题而导致不能用，而使用这一个 TIN Number 的。点击进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 Identification Tab 那边有几种选择。如果你选择 New Identity Card， 就是你的 IC Number 啦，记得不需要打 Dash 啦，它那边已经说明了。如果你是用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的话啦，记得它这里后面加个0，因为很多时候你拿到你的 IG Number 或者你的 C Number 啦，其实只有10个数字罢了。可是这里呢，它需要你填11个数字，所以后面呢是需要加一个0的。然后你按 Search， 如果你可以进入到这一个页面，看到你的公司或你的名字的话呢，证明你成功填对了。使用这个 TIN Number 呢，要小心的就是这个年份，毕竟填错了的话啦，内陆税收局的系统会帮你归类在错误的年份，导致你该给的年份没有出现付款，系统会当你迟交税务而罚款的，到时又要写信解释一堆麻烦事了。当然啦，这些是我以前遇到的问题，不懂他们现在的系统会不会已经是比较精明、比较聪明了啦。再来就是这个 Payment Code， 所谓的 Code Bayaran 啦，意思就是你这笔钱缴纳给内陆税收局是 for 什么用途的。比如你是给 Real Property Gain Tax 产业税，还是你的预先税 Installment， 还是 Balance of Tax， 还是等等 Penalty， 什么都好啦。如果你不确定啦，其实是可以问 Officer 的。当然，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是给你自己的 Balance of Tax 还是你的 Installment 啊 ，for 公司的话，你就只是填一个086，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只是讲 for installment 就是你的 CP204 installment， 还有你的 balance of tax。for 个人所得税呢就是停连084。然后那个数额 amount 呢是要自己填的，填了过后你就可以按 proceed，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confirmation 页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跟刚才一样，你就是按那个 FPX， 然后就可以进行网上支付了。说回刚才建议大家收起来的这张 receipt， 我会建议大家用 Bayaran Hasil 的网站来做内陆税收局的 payment， 是因为会有这张 receipt， 是有这个 logo 的。如果你只是用你的自己的银行来做 payment 的话啦，你只是会拿到很普通的一个 receipt， 而且显示出来的资料也没有这张 receipt 来的比较详细和来的比较齐全的。虽然到最后大家都可以登录到你们的 MyTax 的这个 eLedger 这里查看你们之前的 receipt， 可是呢，过了几年过后啦，这个 eLedger 里面的那些 receipt 啦，有很多时候都开不回了的。如果万一不小心过了几年过后 ，Income Tax 的 officer 来 check， 或者是来 audit 你家公司或者你的个人所得税，然后你 provide 不到那些 receipt 的时候啦，那么就比较麻烦和耗时间了。你需要跟 officer 拿他们的 kedudukan cukai 来慢慢跟他们对比资料了。那今天用Bayaran Hasil的网站缴纳所得税的影片就到这里啦，希望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记得千万别迟交任何的税务哦，因为通常都会有18%的 penalty 罚款的。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就打在评论区或者 email 给我吧。我们下个影片见。